萧炎丹会大比练出8品5色丹雷有多猛？没想到一向傲娇的妖女竟然露出妖娆笑容，玉手拍了拍起伏的丰满胸部。此时此刻的她已经彻底被萧炎征服。如果有可能，她只想给萧炎生一个猴子。然而练出8品4色丹雷的木谷老人却面露杀气，嘴里吼着此子日后必然是魂殿大比，如果有机会必须当场诛杀。丹会大比毫无疑问是萧炎踏入中州之后最风光的时刻，因为萧炎靠着药老传授的生灵之法成功夺下丹会冠军。当萧炎练出8品5色丹雷的瞬间，众人的反应真可谓各有千秋。到底有哪些精彩的反应？下面我们详细来看一下。萧炎最初炼制的深谷龙血丹只是8品3色，可木谷老人却炼出一枚8品4色丹药。此时木谷老人以为自己已经拿下第1名，随后露出真面目，对着玄空子狂吠。玄空子虽然很想出手灭掉木谷，可他当着众人的面也不敢出手，被逼无奈之下，萧炎决定搏一把，使用生灵之法2次祭炼丹药。随后萧炎就把这枚丹药放在手心，使用一火焚烧。在场的吃瓜群众都以为萧炎得了失心疯，可萧炎的内心却很坚定。仔细回想药老传授的生灵之法，然后祭出第3种异火古灵冷火，嘴里大吼一声老师保佑我。就在古灵冷火出现的那一刻，玄一美妇和玄空子恍然大悟，此子难道要使用药尘当年夺冠用过的生灵之法？一旁的木谷吐槽萧炎装腔作势，就算给你时间也不可能超越自己。等到一切准备就绪之后，萧炎一口鲜血吐在丹药之上，接着再次大吼血祭灵龟，天空之上雷云滚滚，随后又慢慢出现了2种不同的颜色。之前这枚深谷龙血丹已是8品3色丹雷，再加上2种颜色就变成8品5色丹雷。看到眼前这一幕，在场的吃瓜群众瞬间变得目瞪口呆。没想到炼好的丹药还能2次祭炼提升成色，8品丹药已经具有灵性。在此之前，除了药尊者，几乎还没有第2个人可以这样祭炼丹药。远处石台之上，曹颖焦急的内心终于变得安定下来。妹子的玉手拍了拍起伏的丰满胸部，漂亮的脸蛋瞬间露出明艳动人的妖娆笑容，嘴里发出感叹：她竟然真的成功了。此刻曹颖对萧炎只有崇拜之感。之前看不起萧炎确实是自己不对，此时此刻如果有可能，妖女曹颖只想给萧炎生一个猴子，因为这样就可以搞到传说中的生灵之法。玄空子望着萧炎放出感叹，真羡慕药尘那个老家伙，居然能够寻到这等出色的弟子。很明显他和药尘的打赌再一次落败，因为萧炎已经战胜了曹颖，这一次算是我丹塔欠这个小家伙一个人情。玄一美妇微微点头，嘴角露出一丝诱人的微笑。今日萧炎注定是主角，就和那个老家伙当年一模一样。玄一美妇望着萧炎，眼神里满是回忆的憧憬，仿佛又回到了年轻的过去。宋清的脸色却变得极其复杂，他就这样不可思议地盯着萧炎，双眼瞳孔放大，充满了嫉妒，同时又流露出一种无奈之感。虽说自己号称丹塔最年轻长老，但他仅仅只是炼出一枚7品高阶丹药，距离8品丹药还远远不够，更别说8品5色丹雷丹药。亲眼看到冠军宝座与自己失之交臂，木谷老人瞬间变得恼羞成怒，他威胁萧炎日后不要落入自己手中，否则一定会让他生不如死。当时木谷放出阴邪杀气，准备找机会灭杀萧炎，可他却发现玄空子死死盯着自己。木谷的心里很清楚，倘若自己当着3位巅峰斗尊出手，一定会被3人当场诛杀。被逼无奈之下，只能当场认怂，然后将所有的杀气收敛起来，亲眼目睹萧炎拿下丹会大比冠军。叶分是浪叉。菩提化体弦争夺大战还在继续，精彩的打斗让人直呼过瘾。没想到这样的剧情却遭遇了小说党的严重口水，主要原因是因为动画剧情改动太大。下面我们重点来看一下夺宝大战中改动较大的5段剧情。第一段剧情则是拍卖会宝物减少。黑皇宗可是黑角域的顶级势力，在原著的设定中，每次黑皇宗举办拍卖会都会拿出很多奇珍异宝。在小说的描述中，这次拍卖会一共拿出5样宝物，之前视频我们已经做出详细讲解，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翻看一下。动画剧情删减了2样宝物，最后只留下3种，它们分别是地阶终极斗技6合游身尺、7阶巅峰魔兽干尸以及最后压轴的宝物菩提化体弦。其实除了这3样宝物之外，还有一个玄阶终极斗技妖鱼指和超级功法暗影功。这部功法最后以970万的天价被拍走，由此可见暗影功确实不错，可惜动画剧情被直接砍掉。第2段改动较大的剧情则是萧炎竞拍成功。在小说的描述中，即便萧炎最后拿出破宗丹也没用，因为莫天行最后的选择乃是7品丹药反命丹。这里需要说一下，破宗丹只是6品巅峰丹药，而阴山老人提供的反命丹乃是真正的7品丹药。对比来看，破宗丹可以帮助斗皇强者冲击斗宗境界，药效并非100%成功，唯一的好处则是进阶失败也会保留原有等级，不会产生任何副作用。反命丹的功效则是反命复活，斗宗强者只要还有一息尚存，服用之后便能立刻恢复生机。莫天行最后选择反命丹，因为丹药会让他多一次复活的机会。这段剧情改动之后，后面的剧情只能跟着改变，所以就出现了阴山老人强行夺取菩提化体弦这一幕。不过这样改动确实让人无力吐槽，当着莫天行的面抢走宝物，堂堂4星斗宗无疑变成了废物一般。第3段改动剧情则是连夜分解干尸，这段剧情目前已经被砍掉，当然不排除后续会加上这段剧情。其实萧炎连夜分解魔兽干尸获得了4样宝物，
除了那对玉石古翼之外，还有七阶魔核、青红血液和玉骨全套。之前视频我们也做出详细讲解，感兴趣的小伙伴依旧可以翻看一下。为了拍下这具干尸，萧炎花费3枚斗灵丹和2枚黄级丹。从最后的结果来看，萧炎的主角光环确实强大，这具干尸让他瞬间赚翻。第4段改动较大的剧情，则是燕分尸浪齿击败灵魂分身。阴山老人为了将宝物带出黑皇城，他使用灵魂分身引诱强者尾随。灵魂分身只有本尊的3成实力，即便如此，一般的斗皇强者也不是分身的对手。这段剧情又变成萧炎的个人秀。当然，这里需要夸一下动画打斗，萧炎和阴山老人的这段打斗确实很精彩。为了击败阴山老人，萧炎还使出了燕分尸浪齿。击败分身之后，萧炎还让苏千留下来善后。很多小伙伴调侃，都已经打完了，还让3星巅峰斗宗留下来善后。萧炎的排场也太大了。其实，在小说的描述中，苏千也留了下来，只是萧炎没有使用燕分尸浪齿攻击阴山老人，因此才让苏千院长留下来善后。最后一段魔改剧情则是紫妍大战墨牙岐山，两人都是斗皇强者，尤其墨牙更是一位6星斗皇，拥有化解力道的功法斗技。之前和紫妍有过交手，紫妍的蛮力竟然被他轻松化解。在小说的剧情故事中，为了帮助老爹莫天行争夺菩提化体仙，墨牙准备拿下紫妍，把他当作人质。几个回合打下来之后，紫妍也没有讨到半分好处。随后紫妍开启进化模式，再次从一个可爱的萝莉变身身材妖娆的玉女。这段剧情还未正式上演，只是从动画预告来看，紫妍变身成熟紫妍这段剧情似乎也被魔改，其实还有很多细节被魔改，这里不做逐一描述，欢迎小伙伴留言讨论。身为4星斗宗的阴山老人到底有多阴险？没想到灵魂分身被打死只是开始，老头竟然2次使用灵魂分身，最后的结局也很凄惨，丢了7品丹药反命丹不说，结局还被苏千和小医仙围殴。这里需要说一下，动画剧情的改动非常大。在原著的描述中，阴山老人使用7品反命丹成功拍下菩提化体仙，动画为了增强萧炎的主角光环，直接让萧炎竞拍成功，所以才出现阴山老人抢走菩提化体仙这一幕。为了成功带走这件宝物，阴山老人第1次使用灵魂分身。作为黑角域的老牌强者，阴山老人对灵魂的操控异于常人。老头使用灵魂分身引诱强者尾随，本尊则趁着这个机会带走宝物。灵魂分身只有本尊的3成实力，即便如此，一般的斗皇强者也不是分身的对手。灵魂分身暴露之后，萧炎第一时间冲了上去。为了击败阴山老人，萧炎使出老牌大招燕分尸浪齿。这一击的威力很猛，击败老头的分身之后，萧炎还让苏千留下来善后。作为一名6品炼药师，萧炎对灵魂力的操控比阴山老人还要厉害。经过灵魂感知之后，萧炎终于发现了老头的踪迹。随后就出现4位斗宗围堵阴山老人这一幕。动画剧情的改动非常大，由于灵魂分身被灭杀，阴山老人的实力大打折扣，即便单独面对莫天行，阴山老人恐怕也不是莫宗主的对手。无奈之下，阴山老人主动交出菩提化体仙，声称自己不再参与宝物的争斗。老东西非常阴险，表面声称不再参与宝物的争斗，实际却偷偷把自己的灵魂分身注入菩提化体仙的玉盒之中。他打算等到大家拼得两败俱伤的时候突然现身，到时候就可以真正抢走菩提化体仙。剩余的4位斗宗进行了激烈的争斗，可惜结果却没按阴山老人的计划发展。萧炎的实力最为强劲，凭借一人之力竟然灭杀了3位巅峰斗皇，其中1位还是半步斗宗。灭杀斗皇之后，萧炎搓了一朵佛怒火莲，借助火莲的威慑，莫天行和寒风都被萧炎吓退。寒风虽然很不甘心，可他也没办法，毕竟他只有4星斗宗的实力，单打一个苏千长老也久久不能拿下，更何况萧炎这边还有一个小医仙。离开之前，寒风打了一番嘴炮，声称下次会让萧炎付出代价。夺宝大战暂时结束之后，萧炎带着菩提化体仙赶回迦南学院，毕竟迦南学院还有2位9星斗宗坐镇，一般人也不敢轻易上门夺宝。快要返回迦南学院的时候，萧炎声称自己要研究一下6合油生齿，随后单独带着菩提化体仙离开。阴险的阴山老人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，借着玉盒之上的灵魂印记，阴山老人主动现身，准备抢夺菩提化体仙。没想到这一切都是萧炎引蛇出洞的计划。之前我们已经说过，萧炎对灵魂力的操控还在阴山老人之上。原来小伙子早就知道盒子之上藏有印记，放话单独离开的目的就是为了引出阴山老人。阴山老人现身之后，小医仙和苏千2位斗宗强者瞬间围了过来，被2位实力强悍的斗宗强者围殴。阴山老人肯定不是对手，外加老头的灵魂力已经受损。好在萧炎提前给出承诺，只要阴山老人主动交出菩提化体仙，他保证会让他安然离去。正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，老头终于见识到萧火火的厉害，最后只能认栽交出菩提化体仙。萧炎再次获得宝物，阴山老人离去之后，夺宝大战才算真正告一段落。
巅峰斗皇瞄准萧炎重拳出击，没想到萧炎竟然不动声色，随便挥起玄重尺就挡下了这一击。顶住压力之后，萧炎反手就是一击，尺子的力道加上异火的威力，堪称恐怖如斯，仅仅一刀就砍飞了一个巅峰斗皇。菩提化体弦争夺战彻底爆发，为了阻止萧炎抢走宝物，寒风让魔岩谷的3位长老围攻萧炎。3人都拥有巅峰斗皇的实力，其中最为强悍的方言更是半只脚踏入斗宗。萧炎吐槽方言，堂堂魔岩谷长老竟然只会玩一些偷鸡摸狗的阴招。话音刚落，狂妄的方言竟然大放厥词。听说萧门主掌握了传说中的异火，不知萧门主的异火与我们3人联手施展的化生火相比孰强孰弱。随后3人一起释放斗技，随着3人施展弄焰诀，一串燃烧的灵符出现在身体周围，高速旋转之后，3朵火焰喷射而出，最后汇聚成一朵可怕的化生火。萧炎看见之后，瞬间露出了诡异的微笑。化生火的温度确实可以媲美一般的异火，可它的威力还远远不够。正所谓真的假不了，假的异火它也绝对真不了。区化生火，在真正的异火面前根本没有任何存在感。接下来，萧炎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借助异火的威力，萧炎打算吞噬3人的化生火，因为这些化生火含有3人的斗气，吞噬之后也能化作己用。在接下来的剧情中，3人眼睁睁看着萧炎将化生火吞掉，失去化生火的倚仗，3人瞬间变得不堪一击，最终竟然被萧炎的异火活活烧死。